这是 Emma 的 Apple Watch 4代，她是 Apple Watch 的忠实用户，工作时她非常投入，因此依赖于 Apple Watch 的站立提醒功能，告诉她应该站起来活动活动了，从而降低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工作之余，她喜欢运动，她通过 Apple Watch 来记录运动的时长和消耗的卡路里数，以此来确定是否达到了运动量。疫情期间 ，Apple Watch 还额外更新了戴着口罩时可以通过 Apple Watch 解锁 iPhone， 以及提醒洗手洗够20秒等小功能，这让 Emma 更加每天表不离腕。以上种种都让 Emma 觉得 Apple Watch 是一款物有所值的产品，帮助她更健康的生活。她还时常安利我也购买一台 Apple Watch， 但我真的对 Apple Watch 没有兴趣啊。大家好，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也购买过不少的苹果产品，所以当年当苹果推出第一代 Apple Watch 的时候，我也是毫不犹豫就成为了 Apple Watch 的第一代用户。但是当在2年前我把那一块 Apple Watch 出掉之后，我就发现我很难再有一个购买 Apple Watch 的冲动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我不买 Apple Watch 的3个理由。我们先谈谈 Apple Watch 的健康功能吧。对于 Apple Watch 的站立提醒和呼吸提醒这些功能，其实我个人没有那么依赖于一台设备来告诉我这些，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并没有要求我需要非常全神贯注的在电脑前，所以当我坐得久了之后，我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我应该站起来走走，或者是去倒杯水，或者是去找同事聊聊天。Apple Watch 另外一个宣传的最多的功能就是心率监测。当手表检测到心率不齐时，它就会发出提醒。特别是在4代往后，苹果更是更新了 ECG 心电图，这使得这个功能更加的如虎添翼。我觉得这个功能确实非常好，但是似乎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说更加的重要。作为一个30岁年龄段的人来说，更困扰我的是日常的腰酸背痛，而不是心律不齐，所以这功能对我来说或多或少就显得有些鸡肋了。如果在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其实也能够看到很多医生有过类似的见解。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65岁以下的心脑血管低风险人群有进行这样日常筛查的必要。 There's no evidence there that the benefits outweigh the harms, and so therefore we recommend it against using ECG screening for people at low risk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进行日常筛查其实有时候会出现错误警报，这样就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焦虑，甚至造成一些医疗资源的浪费。 They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me, spend time with me and our nurses who otherwise could be helping people that clearly need help. 在这里引用一位医生的话，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心脏健康，那就对心脏好一点，别吸烟，多运动，关注血压。那说到运动，我相信很多 Apple Watch 的用户一定都会在运动时打开它的运动监控功能。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 ，Emma 也是这众多人群中的一员。我其实认为这也是对 Apple Watch 一个非常合适的定位。但我个人其实对于运动时长和运动卡路里的消耗量并没有那么在意，我只想单纯的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频率。而我自己其实已经有了长期的运动习惯，所以我并不需要 Apple Watch 里面那些可视化的数据来鼓励我坚持运动，因此 Apple Watch 的运动监控对我来说也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功能。我也想多说一句，就好像别以为自己办了健身房的会员就一定会坚持健身一样，你也别指望购买了 Apple Watch 就真的能够帮你减肥，帮你提高运动量，帮你提高你的心肺功能。一切的一切源头其实还在自己。Apple Watch 的另一大卖点就是它的推送功能。当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不方便掏出来的时候，一抬手腕就可以快速的获取到讯息。这对于有些不能够随时把手机带在身边或者拿出来检查的职业来说，真的是非常实用。比如说医生和护士，他们一边需要繁忙的查房和照顾病人，另外又可能在家里还有自己的老人和孩子需要担心。如果一直在病人面前掏出手机来查看，肯定又显得非常不专业。Apple Watch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他们无法及时检查手机信息的焦虑。可是我的职业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办公室工作，从上班到茶歇到午休，手机几乎从不离身，所以我根本没有手表推送信息的需求，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再购买一台手表，同时管理2台设备呢？也有人说，可是 Apple Watch 可以帮助我免受信息的打扰啊。我快速的一看，如果是一个
不紧急的信息，或者是我不想回复的信息，我就可以不管它，继续专注做手头上的事情。其实对于这一点需求，我一直有点不太明白，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手机也可以干同样的事情啊。如果你看到一条你不想回复或者不那么紧急的信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并不是说你看了手机信息之后，手机就开始自动帮你回复了。如果真的不想被信息干扰自己的工作，我还可以把手机设置成静音，关闭震动，甚至把屏幕朝下放在桌上。如果这样还不够，我甚至还可以设置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免打扰模式，这样的效果岂不是比佩戴手表更好？虽然说了这么多，但是如果有人愿意送给我一块 Apple Watch， 我应该还是会欣然接受，并且大概率每天都会愿意带着它。毕竟 Apple Watch 的确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购买得到的最好的智能手表，可能都没有之一。所以我又仔细想了想，归根结底，我不愿意购买 Apple Watch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Apple Watch 6起售价599澳元。Apple Watch SE 起售价429澳元。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有20出头，只要供好自己的女朋友，看到任何自己喜欢的电子产品就可以头脑一热把它买下的那个年纪了。30加的我，面对生活的重担，面对每月的供车供房，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花好手头上的每一分钱。所以真的如果能有这样一笔闲钱，我可能还是更愿意把它花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购买这样一块智能手表。我明白 Apple Watch 在很多功能上真的很超前，它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就实现了通过 FDA 认证的心电图功能，甚至还在最新的 Apple Watch 6上实现了血氧检测。我相信过几年回头来看时，它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但是现在它仅仅让我对现代科技进步的速度感到兴奋，它有限的那几个亮点并没有刺激到我为它掏钱的决心，大概我对苹果还是信仰不足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